是什么原因让丁丁扑倒奶妈？丁丁和奶妈又为何会同时出现在外场？原来这天奶妈把丁丁收回内舍后，就出来打扫外场卫生并放置加餐，没曾想丁丁竟意外打开门跑了出来，而且还研究起了员工通道的门。因为员工通道连接着游客观赏区域，而成年大熊猫攻击力、强咬合力仅次于北极熊。奶妈担心丁丁跑出去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，不顾自身安危，迅速跑过去关上了门。但奶妈慌乱间不小心夹到了丁丁的手，再加上周围游客一直发出刺耳的尖叫声，当他和着急回到员工通道的奶妈碰面后，有些应激的丁丁毫不犹豫地冲了上去。尽管奶妈努力阻止丁丁靠近自己，但力量悬殊太大，最后还是被扑倒在地。好在丁丁并不是真的想伤害饲养员，他的指甲一直收着，也没有真的下嘴咬。听到奶妈惊恐大喊丁丁你在做啥子，小家伙才意识到自己吓到对方了，赶紧背过身像做错事的孩子一样缩成一团。心有余悸的奶妈也趁机跑回员工通道，所幸事后经医院检查身体并无大碍。其实在此之前，奶妈和丁丁的感情一直很好，彼此间的关系更像是亲生母女。每次奶妈下班换掉工作服后，都还会在丁丁圈舍前观察一番，看看小家伙有没有好好吃饭，并悄悄给自家闺女额外塞点竹笋。当奶妈打扫卫生经过外场时，丁丁会趴在玻璃上跟对方贴贴。饲养员把手放上去击掌的那一刻，小家伙高兴的都快扭成麻花了。虽然丁丁的外场没有竹林，但奶妈会给小家伙种植竹笋，让他体验竹笋自助餐的乐趣。可见奶妈和丁丁是双向奔赴的感情。而在这次事件中，丁丁就算应激，也会努力克制本能，不去伤害奶妈。事后也数次蹲在门口关心对方，足以证明他和奶妈的感情极其要好。奶妈冒着生命危险率先保证游客安全，也同样值得我们的肯定，并且在这种情况下害怕也是难免的，毕竟先前就有熊猫致残饲养员的例子。希望大家能够理性看待这次事件，冲动加强安全防范措施，为饲养员营造更安全的工作环境。也希望游客在参观时尽量保持安静，不要发出刺耳的尖叫影响熊猫。国宝大熊猫是如何过中秋节的？芬兰合唱团倾情演唱《但愿人长久》。把酒问青天，无惧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？虽然发音很标准且声音空灵，但一群老爷们深情款款的唱明月几时有，这画面怎么看都觉得尴尬，一出屏幕。只能说既然气氛都烘托到这里，要不就让金宝宝用手机给家人打个电话吧。而旅居马来西亚的凤仪和福娃则是吃上了奶爸准备的中秋大餐，有做成月饼模样的熊猫蛋糕，以及去皮切块的美味竹笋。怕孩子孤单，旁边放了小黄鸭玩具，场地内的树上挂了中秋快乐的祈福签。只能说虽然奶爸们看上去五大三粗，但对熊孩子们的爱却温柔细腻。此外，国内也开始给滚滚们庆祝中秋，栾动给麦麦灵言准备了中秋水果丰乳，然而麦麦闻了闻味道就把南瓜掀翻了，另一盘的芒果也只是拿起来浅尝了几口，随后抱着装食物的竹盘津津有味的啃。灵言就更专一了，只吃竹子，其他的尝都不尝。长隆同样为熊猫们准备了月饼，捧场王国庆很给面子的全部吃掉了，酷酷还得到了一颗大号足球玩具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到广寒宫摘了月亮。虽然北冻滚滚的月饼本质上仍是窝头，但好在饲养员往里面塞了一颗红枣，这下就连爱用爪子抠窝头的胖大海也拿起月饼吃的美滋滋香香甜甜。唯一可气的就是奶帅的仓鼠脸宝宝萌二，竟在黄脸奶爸的镜头下秒变车做嘴，这模样灵言看了都摇摇头，飞云看了直呼退婚。此外，生活在避风峡基地的滚滚不仅参加了中秋主题的集体生日会，还收到了饲养员精心准备的好礼。小卢小酱姐弟俩直接摆摊卖烧烤，餐桌上不仅有鲜花作为点缀，还有葡萄、胡萝卜、玉米等健康果蔬，看的人都忍不住要流口水了。范欣公主是在国内过的首个生日，奶爸奶妈不仅准备了一大盘水果拼盘，旁边摇摇椅上还摆了包好皮的竹笋，树上则挂着放有新鲜竹叶的蜂蛹，能看出范欣在国内生活的很滋润，圆墩墩的身体站起来都看不见腿。而热衷挖煤的贝勒也罕见干净亮相。饲养员在场地内挂了很多玉米蜂蛹，还有一箩筐一箩筐的水果蔬菜。不得不说，避风峡这次是真的用心了。香香公主7岁生日宴虽然同样奢华，但小家伙明显没有见识过这种大场面，不仅被奶妈精心准备的鲜花吓了一激灵，把蛋糕打了一顿后，她反而拔腿就跑，不愧是又迷糊又可爱的香香公主啊！而网友们还知道哪些豪华中秋宴呢？果然谁带娃谁崩溃，就连大熊猫也不例外。因为瑞宝不听妈妈指挥，一直往树上爬，爱宝气到冒烟，抡起熊孩子在空中画圆。瑞宝摔得晕头转向，却不敢像福宝那样还手。すみません，妈妈讲，私不是故意的，思密达。妈妈讲，手下留情吧。此刻光君正猫猫碎碎躲在草丛后偷看，他心惊肉跳，我乖一点，屏住呼吸准没错。两熊有福宝一半的胆量，也不至于这么惨。
虫洞洞花芒仔已经被芒小五折磨到绝望，只见蛙哥跟在老妈屁股后咬他脚后跟，还试图跟芒仔犟嘴，结果被一巴掌打落。咽不下这口气的他随后爬上吊床，冲着妈妈挑衅：“有本事你飞过来啊！”芒仔彻底生无可恋，直接倒栽葱靠在树上，绝望之余还得防备突然偷袭的蛙哥，只能说还是偶尔施展些拳脚功夫管用。从前喜妹还没生那么多熊孩子时，照顾仔仔时那叫一个淡定自若，尤其是霸气侧卧喂奶妥妥的喜欢。然而带娃带久了哪有不疯的？只见喜妹憔悴的抱着不听话的仔仔，目光呆滞的舔了下空气，就当是安抚，爱谁谁，大不了老娘不伺候了。北洞影后萌萌带娃主打一言不合就暴走。这天他抱起萌宝，本想来场母女情深，哪知熊孩子像安了发条似的不停咕悠，萌萌一个没抱稳萌宝就滑了下去，气得他直接跳起来打熊孩子的屁股，随后转身潇洒离去，一天天的烦死熊了。在杨奶爸面前，冰冰是个爱笑粘人的小熊，而他生娃后直接化身怨气缠身的暴躁虎妈。熊孩子刚想靠近冰冰，就忍不住发飙：“我爱老子！”好的，妈妈。果真是谁带娃谁崩溃，不论任何物种。依然妈妈也时刻上演母爱如山体滑坡。只见她对着闪电小优又搂又抱，简直亲不够。可当她慈爱的弯腰想扶起摔倒的宝贝时，却不小心对在闺女臭烘烘的屁股上，被熏到怀疑熊生的怡然直接一脚把娃踹开。刚才母慈子孝的温馨氛围顿时荡然无存。不过要说最崩溃的熊妈妈，当属陈思源。这天她忙里偷闲，躲在木架上小憩，可没眼力劲的熊孩子冲上来就开始吠骂，思源的白手套都要被他扯掉了。思源女士气得骂骂咧咧，小嘴不停叭叭，下一秒就极其不耐烦的用力抽出手臂，但到底还是控制住了想揍娃的冲动。哪知熊孩子变本加厉，爬到木架上，开始摇老妈背上的毛毛丸。只能说隔着屏幕都心疼思源妈妈，看来任何物种都受不了熊孩子。盘点熊猫界那些人叫板小熊，别的小熊掰竹子都是轻轻松松，有的用脑壳劈，有的用牙轻轻一咬，萌二却龇牙咧嘴，一脸费劲的样子，还不自觉侧过头防止蹦到脸上。其实萌二从小就离开了妈妈萌萌，所以他所有生活习惯都是饲养人教的。奶爸力气小掰竹子时露出了痛苦面具，我们二小子主打一个不理解但学习。这不能说是一模一样，简直像了个10乘10。甚至有次竹子太容易掰断，没来得及呲牙，反应过来的萌二立马补上表情，仿佛没有这个流程竹子就不响了。此外，萌二日常睡的是行军床，还跟黄连奶爸学会了叠被子，出太阳了还会把凉席拿出来晒晒，一整个就是小熊精本精。正常熊猫爬树左手接右手纵显丝滑，但由于福宝爬树是江爷爷教的，他学得有模有样，完美复刻兔子的。而当福宝在看到宋爷爷大回环下树后，聪明的他立马学以致用。都知道灵言每天不是在整活，就是在去整活的路上，谁能想到他推车卖货竟是跟奶爸学的，甚至胖妍青出于蓝扭的格外妖娆。看到奶妈一把推开碍事的木马，灵言当即来了个完美复刻。不过再聪明的小熊也会有短板，奶爸玩转的绿板凳胖妍却无法征服。或许这就是小短腿的缺陷吧。都知道花花刚开始玩滑梯总是脸杀，谭爷爷心疼孙女便亲自上阵示范。聪明的花宝鸡一点就通，玩的不亦乐乎。此外，美奶妈从小就培养萌兰翻墙越狱，还会在萌儿爬到窗台时伸手接应。可当她故技重施，却发现压根没人搭把手。萌兰内心 OS： 天天说爱我，到头来没人赶上前。都说建国后动物们不许成精，可大熊猫结帮却学会了老干部坐姿，板板正正的模样，竟一时分不清是人是熊。别的小熊挠痒就靠在木架上大跳热舞，楼阿宝则从奶爸那儿学会了用手抓。都知道公主睡觉是要盖被子的，思佳还知道把头露出来揉揉耳朵。如此可爱的小公主，谁看了能不迷？八里台二姑奶奶喜乐则学会了钓鱼，只见她一手扶木架，一手操控鱼竿，简直比某些钓鱼爱好者还要专业。海南岛岛主公公撸串，别提有多像了。明明签子是用竹子踢成的，就是不吃。果然人教版就是死板。网友还知道那些人教版小熊吗？